是每个听远夜深时说的话，是谁躲在角落忍着头把眼泪擦。国内的综艺是越做越大胆了，正主和粉丝都被节目组双双扫地出门的名场面，小蛙还是第一次见。近日，备受好评的劳作纪实互动真人秀《种地吧》因发布招聘新人的消息，陷入掉粉危机。仅仅2天时间，官方微博粉丝量就从187万降至109万，掉粉已超过75万。与节目和成员10个晴天相关的词条不断冲上热搜。种地吧导演组为何非要不顾粉丝和观众的强烈抵制，换掉原班人马？同样阵容大换血的极限挑战，在加入新人后，口碑也是直接一个大跳水，不禁让人发问：国内的综艺还能衡量好商业利益和观众之间的关系，好好拍节目吗？种地吧可以说是这2年内于综艺里的一股清流，所有人都不看好，可偏偏他最争气，把10个没背景没流量的孩子放到农村去种地。拍摄过程中没有设计好的剧本，也没有所谓的人设、起床时间、耕种计划，甚至连房间里的床都是他们自己搭建的。他们几乎是在第1季的半年里，在屏幕前一点点成长为成熟的农人，学会了种小麦，还在农闲期种玫瑰、养小羊。 Yo, what's up? Hey, bro. 小羊在睡觉。10个年轻人从一开始对农事一无所知，全靠热情撑起了前期工作，一天搬了30吨化肥，在恶劣天气下为了抢种小麦跳到排水沟里通水渠，在冬天的冰水里泡得嘴唇发白。说种地吧是内容的胜利，离不开这10位青年的真诚付出。眼看着节目越来越火，节目组的骚操作也开始了。第2季刚刚收官，他们就发布了一则招聘启事，扯着全国做大做强农业的大旗，向社会公开招聘。第3季换嘉宾意味着什么呢？靠着10个晴天火的种地吧要成为资本的附庸，捧新人太子爷了。甚至这则招聘计划还出现在了电影学院，在电影学院招聘农业技术人才，要求18至30岁有种地经验的男性。粉丝们表示实在是太离谱了，纷纷取关官方微博以示抵制。由于掉粉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节目组迫于压力，在7月21日抛出了一份长文回应，本想着能安抚一下粉丝的情绪，没想到直接粉丝的雷点上蹦迪。节目组回应言语间是傲慢又狂妄，话里话外总结就是拒绝偶像化，还说到在节目开播前有一些有名气的艺人想要加入，是我们平台和导演一致选择了这些没流量的年轻人，言外之意就是没有我们节目组就没有10个晴天，甚至还阴阳粉丝想把10个晴天永远困在种地吧。其实节目的本意早就变了，种地吧第2季播出期间就有不少网友抱怨广告多，甚至1个多月前10个晴天的线下音乐节还要带线上收费，网友纷纷表示吃相太难看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10个晴天录节目从头到尾都是零片酬的，第1季无人问津的时候，零片酬没有观众，生活环境艰苦到导演组都怕他们跑路，结果10个人完全是凭着一股将劲撑下来的。第2季节目火了，后期整整有16个赞助商，在片头赞助商的都要念2分钟的情况下，10个晴天依然是零片酬。更过分的是，10个晴天他们自己主动提出成立的公司，70%的股份在总导演手上，30%的股份在副导演手上，10个小伙子只是挂名董事，零股份。就连10个晴天他们自己创立的 IP 也是资方蓝天下注册的，和他们毫无关系。甚至还有网友表示，他们第1季租的土地借的钱也全都是签的他们10个人的本名。节目组也亲口说过节目黄了，但也是要他们10个人还的。就这样辛辛苦苦录制2年的情况下，现在还要莫名其妙的被下桌，这也难怪种地吧被骂得这么惨，风险全让10个晴天担着，自己倒是吃香的喝辣的，得罪了观众。不知道种地吧第3季还有没有人看，也许会像极限挑战一样高开低走，毕竟都是同样的常驻嘉宾大换血，不断塞流量明星的迷之操作。作为极限挑战的老观众，许多网友对现在的嘉宾阵容非常不满。也许在大众眼中，只有黄磊、黄渤、孙红雷、张艺兴、王迅、罗志祥这几位才配得上男人帮这3个字。从第5季开始，黄渤、孙红雷被替换为雷佳音、岳云鹏以及迪丽热巴，已经让这档节目失去了原有的魅力。如今最后1名老成员王迅也离开了，许多网友呼吁节目组考虑改名。熟悉这档节目的粉丝明白，其实对于那5位来说，与其说是他们被换掉，不如说是他们自动放弃了这档综艺。最早在2015年，由男人帮的2位主演黄磊和孙红雷再度相遇在这个节目，同节目组的其余4位共同成为了激条男人帮。因为几个人都是老相识，黄渤和王迅是从疯狂的石头之前就相识的伙伴，和罗志祥曾合作过周星驰的《西游降魔篇》，而这几位在娱乐圈都是划船划了好几10年的老油条，所以完全不在乎节目设置，根本不管游戏玩法，乱拳打死老师傅，把节目组都快要逼到暴走。参加过《爸爸去哪儿》第2季的黄磊，那一季可以说是这档节目最惹人争议的。节目中设计了不少环节都完全不像是亲子节目，像野外生存挑战，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黄磊的10项全能，在亲子节目中显得像是缺点的10项全能，反倒在极限挑战里大放异彩。有着神算子、老狐狸称号的黄磊，凭借推理把手提箱的密码全部猜出来，都不愿意多跑一步，全部是攻心为上，使得整个节目都保持了一种嘉宾和节目组斗志的状态。另外，
这个节目最大的看点就是仿佛 bug 一样的孙红雷，一直在屏幕上英汉严肃、有深度的形象示人，到了真人秀上，留着齐刘海的锅盖头，看到车窗上自己的影子，都要嘀咕一句我真帅。从余则成变成了国民阎王，不少人看电影的时候，遇到车上有炸弹的这种情况，无数的演员为了剧情就硬生生把炸弹抱在自己怀里，受着反派的威胁。这时候看剧的观众都觉得为什么不把这个炸弹扔出去？就在第1季有一期节目里，孙红雷就做到了，发现了节目组设置在6人帮车上的炸弹，黄磊说一句扔了吧，孙红雷就毫不犹豫地把东西从车上丢出去。尽管这个行为不值得提倡，但这绝对是综艺史上划时代的一幕，让无视游戏规则成为了极限挑战最大的规则。这个炸弹，可是我听他这个。后面还有更多不可思议的操作。录节目的过程中，几个人一言不合就吃饭，看摄像机回放抓内奸。晋升成小狐狸的张艺兴在淘汰后，还直接带着嘉宾去 KTV 唱歌打游戏。总的来说，这档节目有趣，就是有趣在了几位常驻嘉宾身上。与其说是这档节目成就了他们，不如说是他们成就了这档节目。没有他们，也就没有极限挑战。新嘉宾不能说是让观众觉得不满，这6个人不管是在以前的哪些综艺里，都表现不错。岳云鹏都不必多说，简直就是被综艺之神眷顾的人，走到哪里都是笑点。雷佳音和郭京飞的合体也是让人期待满满。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，这6位就是重新出一档节目，都比现在继续叫极限挑战的好，可能一档新的节目还更受观众欢迎。毕竟在观众心目中，早都把几条6人帮和节目划了等号，没有这6个人，谁看这个节目？真人秀不是播新闻，观众看的核心就是人，是团魂。就拿韩国的王牌综艺 Running Man 来说，宁可少人退出，都不可能随随便便加进来，或者重组一个 team， 否则在王牌的节目都会就此开始走向下坡路。种地吧第3季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虽然现在节目没有播出，谁也不知道节目效果，但是制作组这样的操作就给了观众很不好的印象。必须承认，种地吧节目的成功，投资方和节目组功不可没，但这种成功又何尝不是来自粉丝的亲情支持？导演组不能依靠粉丝拿赞助卖周边时就欣然接受，在粉丝反对招人时就扣上一些帽子。回过头来看，如果节目组能始终坚守初心，坚信土地的力量，多一分真诚和克制，少一点功利和傲慢，而不是急于通过10个晴天变现，乐于接受粉丝的追捧，可能也不至于如此进退两难。综艺节目为了创新和提升内容质量，加入新人无可厚非，只是导演组应该分清自己真正的甲方到底是资本还是观众。其实粉丝未必真的是那么强势的希望10个晴天永远绑在一起，永远一起种地，但即便有改变，要告别，也应该以必要的仪式感去照顾粉丝的感受，去展现节目的温情，让人感觉这2年来因为种地所结下的情谊，所收获的感动都是真实的。毕竟种地的确很重要，但让更多人关注农耕，注目乡村，从种地中汲取力量，认真质朴地面对生活，才应是这个节目的初心。这场风波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流量与内容之间关系的思考。不可否认，在当今的娱乐市场，流量意味着关注度，意味着商业价值。流量并非万能钥匙，优质的内容才是吸引观众的根本。一档成功的综艺节目需要的是精心的策划、优质的制作以及嘉宾的真诚付出，而并非一味的追求流量和热度。在流量为王的时代，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内容创作之间的关系，是摆在所有内容创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。种地吧所面临的困境，或许只是冰山一角。我们期待未来能够出现更多像种地吧第1季这样，既能够兼顾商业价值，又能够坚守初心，为观众带来欢乐和感动的优秀作品。喜欢本期视频就订阅小蛙的频道吧。